三尺火影头戴地冠，身披火炮，面目与萧炎如出一辙。火影诞生之时，整个神吞化界阵内的温度都开始急速的升高。片刻之后，无数人的视线也开始渐渐的恢复过来，因为白色的能量光芒已经渐渐的散去。他们皆是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看到刚刚那处战场，便是吃惊的发现，萧炎身前竟然有一道三尺火影，而且其样貌与萧炎如出一辙。那是……无数人皆是露出震惊的色彩。他们看见那道三尺火影的时候，便是感受到有一股非常恐怖的气息其火影身上所散发出来。此时，神吞化界镇核心区域的另外两处战场也是极为的激烈，可怕的强大能量光芒不断的散发出来，天地间的爆破之声响彻不断，灵动周身的8道符组不断的旋转着，并且有着多种属性的力量与那位惊雷古圣的雷霆力量开始极致的对碰。不过很显然，这一次惊雷古圣与灵动的对战比之前的更加强大了。在经过数百回合的对战之下，双方皆是没有在彼此的身上有着压倒性的力量。五祖也不过如此，看来是我可太看得起你了。惊雷古圣的强大肉体上有着若隐若现的恐怖雷霆之威，而灵动则是面色无比的平淡，目光看了看萧炎那面，心中喃喃：没想到萧兄这么快就施展了最强之力，既然如此，那么就快一些结束这一场战斗吧。当即灵动双手结印，原本周身只有8道符组，又出现了一道黑色组符，这一道符组便是时间组符。随着时间组符的出现，灵动周身的组符能量更是变得强大的许多。不远处的惊雷古圣眼神一凝，可以感觉出灵动此时的气息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这五祖难道之前一直没有施展全力？你我之间必须要分出胜负了。逆转大乾坤，灵动的双手结印，9道组符投入其中，古老的组符盘旋在其周身，每一道组符都是代表着不同属性的力量。最后双手归拢，9道组符投入其中，只见在其掌心之上，仿佛有着一片星空绽放，神秘莫测，蕴含着深不可测的莫名之威。双手间的空间形成了一片星空世界，诸多组符的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其威力无比的巨大，而且比起之前由8道组符施展的大乾坤，不知道强大的多少倍。灵动也明白，想要击败无限接近准神境的惊雷古圣吗？也必须施展出自己的最强之力。又是这一招吗？好，让你也尝尝我的最强招式。惊雷古圣压制住心中的震惊，将自身的全部力量凝聚而起，无数道可怕的雷霆威能疯狂的炸响。另一处区域，数万丈高大的万物生化身屹立于大地，牧尘的身影则是站在原始法身的眉心处。牧尘俯视而下，见到南冥古圣的那自信的样子，也是淡淡一笑。刚刚的交手，很显然南冥古圣的实力超出了牧尘的想象。墓主怎么样？如今你就算有着第6座的原始法身，也不是本座的对手，还是放弃吧，我还能给你留玄师。南冥古圣一脸得意，如今他的实力凭借着先天神族的秘法和神吞化界阵的能量，暂时使得自身的实力提升到了准神境。回应他的乃是牧尘的诡异一笑，他也同样看了看萧炎与灵动的战场，心中也已然有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结束这一场战斗。既然萧炎兄和灵动兄都已经施展最强之力，那么我也不能落后南冥古圣。接下来让你尝尝我的太初世界体之威吧。旋即，牧尘收起万物生化身的原始法身，将万古不朽身、无尽光明体、太灵圣体、荒神族体、夜神谷体的5座原始法身一并召唤而出。毕竟牧尘如今还没有找到一气食神化的这本功法，无法将6座的原始法身融合，所以在催动一气化三清的功法之下，5道原始法身齐齐出现，而每一道原始法身上都是散发出不同的原始力量。紧接着5座原始法身化身归一，一道耀眼的光芒自那处空间爆发而出。随着5座原始法身的融合，一座新的原始法身便是逐渐的成型。这道新的原始法身乃是集合了5座原始法身之长，玄奥至极，威能无穷，为牧尘如今最强大的法身太初世界体。五组化魔环，太初世界体的原始力量随着5组化魔环一出，整个空间都是散发出无比可怕的太初之力，光圈呈现5种颜色，各自散发出无比古老的原始波动。若是仔细感应的话，则是会发现那赫然是万古不朽身、无尽光明体、太灵圣体、夜神谷体、荒神族体的波动，威力更是超越了此前任何的招式。要击败准神境的南冥古圣，必须将自身的强大底牌献出才行。灵动与牧尘这边的战斗也进入了尾声，无数道目光都是紧紧盯着这3道最后希望的战场。无数人的心中都是非常期待他们3人能够战胜先天神族最强的这3位古圣，同样也是揪着一颗心，就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能够分出胜负的最强一击，所以能否战胜这一记攻击，就是他们各大诸天的最后希望。萧炎的目光凝视着泰米古圣，而后者也是随着白色光芒的散去，也看清楚对面的画面。在下一刻，泰米古圣的神色一变，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萧炎竟然没有在他最强一击的圣天耀日轮上被击败，而且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进行最强之力的反击。不过还没等泰米古圣反应，萧炎便是催动了自己的最强之力炎神。这一瞬，这道3尺火影升腾而起，
其上诸多颜色跳跃，直接从萧炎的眼前空间洞穿虚空，直指泰米古圣。而这一刻，面对着萧炎的最强之力，就算是实力达到准神境的泰米古圣，都是悚然变色。因为面对着炎神的力量，即便是他，都是感受到了一股真正的死亡气息。此时此刻，泰米古圣终于知道，他终归还是小看了眼前这位炎帝，曾经立于大千世界最顶端的男人。而就算这第3等级实际的顶端男人来到第2等级世界之首的天元界，也同样不会逊色。到如今，萧炎所展现的实力和天赋，已经超出了天元界的那些所谓的天子骄子，站在了最高处。3尺火影的炎神之威，直至泰米古圣所在的方位，最强之力凝聚而成时，便已是注定会落在敌人的身上，仿佛是宿命一般。炎神所过之处，并没有引起任何的动荡，也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声势。可就是如此平静的一幕，反而是令得泰米古圣的面色出现了巨变，他的双目之中浮现出了深深的忌惮。没想到炎帝的实力竟然能够强大到这一步，所有人的视线都是能够透过他们眼前的画面，望见神吞化界阵和新区域的战斗景象。各大诸天队伍的人马皆是死死地望着萧炎、灵动、牧尘3大战场处，因为在那里3道汇聚了最强之力的强大攻势已是悄然而至。泰米古圣、南冥古圣以及惊雷古圣的面色皆是紧绷无比，望着那飘然而来的3尺火影、乾坤星空以及那五彩之色的光环。不过既然已经避无可避，那么就只能放手一搏了。3大先天神族最强的古圣双手在此时缓缓地合拢，嘴中默念一声：暗黑大帝，赐我暗黑之力，赐我。在3大古圣的身后，滚滚魔流流淌，最后汇聚在他们的脚下，形成了一座黑色的魔莲。此时的他们面无表情，周身魔光流动，竟是浮现出一尊数万丈大的魔像。隐隐间有着一种诡异的泛唱之音悄然地响起。在此时，这片空间变得漆黑如墨，流淌着无边黑暗，诡异至极。而且与之前对战界外天主的时候一样，那股暗黑之力再度出现了。不过萧炎、灵动、牧尘那3道最强的攻势，以至他们的正前方3尺火影的炎神之力以掌作刀，率先斩下。那一斩仿佛一缕火焰劈展开了整个世界，天地中的温度直接暴涨，甚至连天地都是开始被融化开来。泰米古圣的眼瞳中倒映着那道3尺火影，旋即似是有着低沉诡邪的声音从其嘴中传出，然后在其手中出现了一道神秘的蓝色之物。暗黑魔像吞灭。泰米古圣猛地一抬头，身后的暗黑魔像嘴巴怒张，仿佛是魔佛梵唱，有咒言成型。一个魔言从暗黑魔像的嘴中跳了出来，那个魔言蕴含着无边的暗黑之力，犹如是狰狞的恶魔，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吞灭世间万物。咚！魔言升起，与那3尺火影的炎神之力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那一瞬，没有巨声传出，因为所有一切的声波都是在这种恐怖的力量冲击之下化为虚无。所有人便是都只能够看见那处的空间在迅速的崩溃。惊雷古圣身后的暗黑魔像散发出无尽的暗黑之力，同样有着一个魔岩出现，似乎凝视着那一片乾坤星空，玄奥无比。若是被砸中，即便是以惊雷古圣现在的实力，都得深受重创。于是暗黑魔像的力量在惊雷古圣的催动下，嘴巴一张，口吐魔咒。下一刻，魔岩便是跳起，与那片深不可测的乾坤星空相撞在了一起。这个魔岩便是将乾坤星空抵挡而下。紧接着，南冥古圣这边看向那呼啸而来的五组化魔环，也一样催动了暗黑魔像的暗黑力量。当即魔像中的魔岩瞬间冲出，对着那道散发出五彩之色的五组化魔环撞击而去。五组化魔环似是察觉到暗黑魔岩的袭来，竟是释放出一片无尽的光明。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相撞，神吞化界阵之中，双方皆是施展出最强的力量交锋在一起。虽然没有巨大的声音，但谁都能够感觉到那种毁灭的波动，因为核心区域的空间在那余波对抗中所散发出来的冲击波，直接是撕裂了空间，出现了诸多的空间裂缝。而那由暗黑魔像中跳出来的3个魔岩，犹如是3个极恶之魔，散发出无边的暗黑之力，与3尺火影的炎神、一片星空的逆转大乾坤，以及五彩之色的五组化魔环，彼此强大能量间的轰击与碰撞，巨大的涟漪能量波则是不断的扩散开来，最后碾碎了此处的空间，形成了空间的风暴，将整个神吞化界阵的核心区域都是给笼罩而尽。而神吞化界阵和新区域外的所有人视线都是紧紧地望着那处被破坏的空间，虽然他们的视线已被空间的风暴所干扰，无法看清其中的情势，但不敢将目光给转移开来，因为他们作为各大诸天的生灵，自然都是明白那里的胜负将会影响他们各大诸天未来的命运。核心区域的空间风暴不知道持续了多久，终于是开始有着一丝消退，最后尽数散去，而那无数道目光也是顿时投射而来。随着风暴的退散，那处战场变得格外的清晰起来。当各大诸天的无数人马看清楚那里的情势后，也是忍不住的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的那里的空间在此时化为了尘埃，空空荡荡，一片虚无和黑暗。很显然，那核心区域的空间已经在先前双方的交手之中彻底的被毁灭掉了。这一幕顿时让得5大天域人马眼中爆发出激动的光芒，因为这是交战以来
萧炎、林动、沐尘三人首次穿破了先天神族3大最强古圣的攻势。原本有着6道身影，而此时那虚空之中仅仅留下5道身影。这5道身影就是萧炎、林动、沐尘以及左手臂上流满了鲜红血液的泰米古圣和重伤的南冥古圣。而那位惊雷古圣竟然连肉身都被刚刚的能量波中给撕裂开去。可以说，刚刚的最强之力对碰下，惊雷古圣陨落，南冥古圣重伤奄奄一息，唯有泰米古圣只是废了一只手臂。而当各大诸天的无数人望着这一幕，在看着萧炎身躯的时候，一股震惊之色顿时涌上心头，因为他们都看到了萧炎的身上竟然也有着一道伤势，在其左胸上有着血迹流了出来，不过并没有伤及心脏，而是其他部位。看样子在刚刚的对碰下，泰米古圣也对萧炎发起了令人都不敢想象的强大攻击。而一旁的林动和沐尘也见到萧炎身上的血迹，脸上不由自主的有些疑惑起来。按理说，萧炎所施展的炎神，就算是他们2人对抗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为何如此强大的最强之力对泰米古圣仅仅只是废了一只手臂？但是按照常理来说，这一记炎神对泰米古圣也得是重伤才是。但是为何会发生意料之外的局面？难道萧炎的最强之力的攻势，难道也都被泰米古圣给破了吗？若是如此的话，这泰米古圣究竟是多么的强大？萧炎没有看自己的伤势重不重，而是露出惊疑的目光，紧紧地望着泰米古圣。或许所有人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对于萧炎来说，刚刚发生的事情则是完全的清清楚楚。刚刚那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瞬间抵御住了炎神的力量？萧炎心中此时有千万个不解，刚刚自己所施展的乃是最强之力，为何会被泰米古圣给抵挡了下来？难道是刚刚那个神秘之物？萧炎绞尽脑汁都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刚刚炎神将要把那个魔炎彻底毁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道蓝色的诡异能量，直接将炎神包裹而尽。最后炎神的力量在那蓝色能量中被抵御而下，最终只是伤了泰米古圣一只手臂。不远处的泰米古圣也是在此时猛地一颤，脚下的魔莲凭空被燃烧，他的手臂和唇角处都是有着鲜红的血迹流出，整个世界仿佛都是在这一刻变得寂静无声。虽然抵御了大部分的炎神力量，不过就算是实力已经达到准神境的泰米古圣，依旧是出现了伤势。不过在比起南冥古圣和惊雷古圣来说，废了一只手臂简直就是无伤大雅。各大诸天的无数人马同样一片寂静，他们面面相觑，显然也是有些无法相信，这他们的大部队总指挥萧炎竟然也受到创伤，而且泰米古圣的实力也是让得他们心中有了一丝震惊和绝望。虚无的空间之上，泰米古圣面色阴沉，伸出手掌缓缓地抹去嘴角的血迹，语气极为的漠然，没有丝毫情感波动，便开口道：没料到吧，你的最强之力会被我给抵御下来，虽然伤了一只手臂，但是对我来说这并不算什么。虽说这种伤势对如今的泰米古圣来说不值一提，可这无疑是表明着萧炎也未必能够击败他。林动和沐尘则是看了一眼泰米古圣，然后对着萧炎开口说道：萧兄，你的伤势是怎么回事？沐尘也是露出不解的神色，很想知道在刚刚的对碰之中，泰米古圣究竟对萧炎做了什么。萧炎则是淡笑一声道：没什么大碍，只不过泰米古圣身上似乎有着克制我地炎的神秘之物。闻言，林动和沐尘露出惊异的表情道：克制地炎的神秘之物，这究竟是什么东西？萧炎也摇了摇头道：我也并不清楚，想必这一次先天神族恐怖有备而来，竟然还准备了对付地炎的克制宝物，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泰米古圣的面色上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但其眼神似乎变得极为的幽深起来。泰米古圣，你们这些先天神族想要完成你们的无神计划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不是天元界的生灵，但是我们会阻止你的计划。这方世界容不得你们先天神族染指。沐尘的声音有些低沉道。闻言，泰米古圣的眼神幽光闪烁，片刻之后，他似是古怪的笑了笑，抬头望向萧炎、林动、沐尘三人道：无神的计划必须完成，你们是阻止不了我们的。等无神蜕变成功后，你们3位和天元界一起陪葬吧。泰米古圣摇了摇头道：你们就真的以为我就没办法翻盘了吗？炎帝，你的地炎对我来说已经无效，你觉得你还能阻止我们的计划吗？萧炎的神色微微一变，的确泰米古圣手里有着压制地炎的底牌。泰米古圣盯着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缓缓地微笑道：只要你们肯投靠于先天神族，我可保你们性命。这是本座最后一次的招揽，希望你们能够把握住这次的机会，不然……虽然泰米古圣的话没有说完，但是其中的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闻言，萧炎三人的面色渐渐的凝重，眼神凌厉的道：何必妄言？虽然你能够有着神秘之物可以压制我的地炎，但是你以为这样就我会败吗？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施展出来吧。林动和沐尘的身躯也是在第一时间做好了准备战斗的姿势，周身的元气开始升腾。很显然，他们不会妥协，心中的决定就是与之一战。在他们3人的联手之下，就不相信还击败不了一位准神境的泰米古圣。泰米古圣揉了揉眼目，然后眼目微垂，声音有些低沉的道：看来你们是不想把握这次机会了。原本我不愿意拿出来的，但如今看来已是不得不如此了。说着，泰米古圣又是轻笑一声道：也罢，
只要能够完成无神的计划，让本座付出再多的代价，我都愿意。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刚刚我可以破了你的元神之力吗？那是因为……说着，泰米古圣便是拿出一样蓝色的宝物，它的形状呈圆形，看似普通，实则其中所蕴含的能量能够克制火属性的火焰。它是神器水令。水令。萧炎、灵动、沐尘三人闻言，神色微微一变。刚刚就是这个叫水令的神器之力，将萧炎的元神攻势给抵挡了下来。泰米古圣看着萧炎、灵动、沐尘三人那惊异的表情，也是微微一笑道：“水令乃是排名72大神器，排名第29，专门可以克制火属性的火焰。所以无神知晓炎帝你的强大，所以就给我准备了这等能够压制你帝炎的神器。”原来抵御了炎神之力的神器是排名第29的水令，难怪有着如此的威力。大家都知道，72大神器中排名前50的神器力量，可以对抗准神境以上的那些强者。所以，就算萧炎施展最强之力，也同样能够被水令给彻底的压制其中的火焰之力。而萧炎就是败在这里，刚刚以为自己的攻势成功的击败了泰米古圣，而后者则是诡异的施展出这道神器的力量，直接逆转了战局，发起了极快的反击。不过萧炎也不是善茬，在那种电光火石间的时间里，成功躲开了要害，最终在自己的胸膛上留下不致命的伤势。你这神器虽然厉害，不过也只是针对火属性的火焰而已，那么对于我们祖符和原始法身的力量，恐怕就没有办法进行克制了吧？灵动和沐尘二人也在第一时间分析出水灵的弱点，但是泰米古圣微微一笑：“你们以为我那么傻吗？对付你们，我也有办法，只是需要更大的代价而已。虽然我不是很愿意，但是今日也不得不拿出来对付你们了。”说完，泰米古圣伸出手指放入嘴中，猛地一咬，黑色的血液从他的指尖流淌出来，然后再次伸出手指抹在自己的那双眼眸上，然后他的单手结成古怪的印法，在此时他的嘴角缓缓掀起一抹疯狂而狰狞的笑容。希望你们3人能够接下来的战斗中还有着如此的自信。紧接着，泰米古圣再度召唤出暗黑魔像，魔像一出现，周围的暗黑气息便是铺天盖地的浮现而出。魔技，泰米古圣竟然将自己化作祭品，直接献给了暗天魔像。这一幕令得萧炎、灵动、沐尘三人都是感到了不可思议，将自己献给暗黑魔像。除了此前的界外天主，这也算是第2次见到，就连泰米古圣都做出了这等离奇的献祭方式。随着泰米古圣将自己当作祭品给暗黑魔像之后，这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像竟然有了自己的意识。这诡异的一幕让萧炎3人大吃一惊，那座魔像竟然有了自身的意识，这方式竟然与当年界外天主如出一辙。沐尘见状，眉头微微一皱，献祭自己为暗黑魔像的祭品，是想要彻底的激发出暗黑魔像的真正力量，不过这代价也极其的大。灵动就算对方做出这么让人不可思议的操作，也不曾有所一点动容，真是太看得起我们了。没想到为了对付我们，让你这位先天神族的最强古圣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过对付你，我一人足矣。萧炎看了看灵动和沐尘，示意让自己一人出手。不过想到萧炎平日里也不是爱逞强的人，虽然灵动和沐尘有些疑惑，但也是答应了下来。灵动和沐尘2人的身躯则是退后几步，萧炎则是上前一步，挺拔身躯，无奈一笑道：“虽然你的手里有神器水灵，可以压制我的帝炎，那么如果说我加入神的力量后，那么你的水灵还会不会有着可以压制我的毁灭炎神之威呢？”说完，萧炎也不再废话，直接再度召唤出帝炎之火。随着帝炎的出现，整个天地间的温度再次开始飙升。装神弄鬼，在我催动暗黑魔像的真正力量后，再配合神器水令的力量，而且暗黑魔像就喜欢这里的黑暗区域，所以在这场地对于暗黑魔像来说才是真正的主场。我劝你们还是3个人一起上比较好。此时，在无尽黑暗中的那座数万丈高大的暗黑魔像，一股恐怖到极致的魔威逐渐的被释放出来，随后犹如是水闸门被打开一样，一道恐怖至极的魔威如洪水般的暴冲而来。这就是本座牺牲了极大的代价才施展出的最后底牌，本来不想施展，不过你们也很荣幸能够再次看到暗黑魔像的真正威力。我承认你们3人的天赋很强，但是在暗黑魔像的面前，你们将会是3只蝼蚁。萧炎见状，双手变换间，身上的元气急速的暴涌而出，体内开始施展出一道神技——焚神诀。焚神诀分离，如果放在之前，萧炎还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够分离出一模一样的帝炎。可是如今随着对焚神诀更深层的领悟，已经不需要花费多余的时间，不到片刻时间，萧炎就已经将双掌之间的帝炎分离出了2道火焰，然后眼神一凝，双手开始再度往内压去。与此同时，萧炎已经催动了焚神诀的第2诀融合，正在将2道帝炎逐渐的融合。在萧炎融合2道帝炎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眉心处再次出现了一枚白色的火焰印记，然后散发出一道微弱的火焰之光。随着这道火焰印记的出现，很快的就将2道帝炎彻底的完美融合起来。瞬间有一股足以与暗黑魔像对抗的强大力量诞生了。融合后的帝炎，其中拥有了焚神之力，也就是这股焚神之力，才有了对抗暗黑魔像的力量。
融合后的地岩爆发出比起之前更加惊人的火焰之能，照亮了这片无尽的黑暗区域。不过萧炎并没有接着融合后的地岩进行攻击，而是将地岩尽数的纳回自身体内，准备施展出萧炎最强的底牌——炎神。不对，这次应该是炎神的升级版——毁灭炎神。萧炎再次以自身为炉，地岩化作火纹，凝结成绚丽的莲花。莲花绽放之时，从中孕育出的一道3尺火影。火影诞生之时，整个黑暗区域的空间中温度开始急速升高，火焰的光芒也在这时彻底的照亮了这片黑暗区域。这一招毁灭炎神，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够抵御化解。萧炎将这几个字缓缓的吐出后，莲花之中的火影顿时朝着那魔流处爆射而去，速度极快，所过之处直接被毁灭炎神的力量给彻底的燃烧了起来。很快2道恐怖到极点的力量相碰在了一起，随着双方力量的相撞，一道接着一道的毁灭涟漪能量波如海浪一般朝着整个黑暗区域扩散开来。毁灭炎神带着恐怖的毁灭之能，在接触魔流的瞬间幻化成无尽的火海，将整个魔流瞬间都焚烧了起来。不过魔流之中的那无边的暗黑力量也爆发出极致的力量，开始吞噬毁灭炎神，而且其中还有一道神奇的水灵之力，也正在配合暗黑力量，想要彻底的瓦解冲破毁灭炎神之威。